西北工业大学遭网络攻击，幕后黑手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意在窃取什么信息？由于其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从事的敏感科学研究，所以才成为此次网络攻击的针对性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机构 TAO 及美国国防部网络战司令部如何实施窃密行动？因为它不光是直接对目标国家和地区进行攻击，而是它还采取了迂回的这种方式，阻断黑手如何反制美国网络战部队？美国陆军计划明年列装首批高超音速武器，为何被指急于求成，非常仓促？他们认为中俄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进展速度比较快。美陆军即将服役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性能究竟如何？暗鹰导弹的设计飞行速度为每小时6100公里，也就是5马赫左右，射程为2775公里。五角大楼同时研发反高超音速武器技术，又有哪些黑科技？乌军转守为攻，宣称夺回大量土地，俄乌冲突局势是否出现大逆转？就尽管俄军它遭遇了一定的挫折，但是俄军它在总体上它是有优势的。美西方加大军援乌克兰，重武器神剑制导炮弹赫然现身，会否引发战事烈度再升级？军情直播间即刻播出。日前，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发布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部门 TAO 对中国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的调查报告。中国外交部已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严正交涉。那么，长期窃听中国人手机的 TAO 是个什么机构？这次为什么盯上了西北工业大学？数字时代，北约已亲自下场打响认知战，对俄罗斯全面开火。各国该如何构筑防火墙？反制恶意网络攻击。本期节目，曹瑞东、白梦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9月8号，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就美国对我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窃密，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严正交涉。杨涛指出，日前，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发布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部门对中国西北工业大学实施网络攻击的调查报告，有关事实清清楚楚，证据确凿充分。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中国机构实施网络攻击和窃密敏感信息。美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有关机构的技术秘密，严重危害中国关键基础设施、机构和个人信息安全，必须立即停止。今年4月，西北工业大学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学校内网遭到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有多达170余份的重要电子文件被盗。西安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此案进行了深入调查。后续发现此案情况极为严重，后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与360公司合作，共同对此案进行剖析调查。西北工业大学是目前我国从事航空、航天、航海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的重点大学，拥有大量国家顶级科研团队和高端人才，承担国家多个重点科研项目，地位十分特殊，网络安全十分关键。由于其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从事的敏感科学研究，所以才成为此次网络攻击的针对性目标。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发布重要报告显示，初步判明相关攻击活动源自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 TAO。在针对西北工业大学的网络攻击中 ，TAO 先后使用了41种不同的美国国家安全局专用网络攻击武器，通过分布于日本、韩国、波兰、乌克兰等17个国家的49台跳板机和5台代理服务器，持续对西北工业大学开展攻击窃密，窃取该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世界上网络设备提供的一个主要的国家，特别是很多的软件也是美国开发的。这里边有哪些漏洞有哪些后门，只有美国人最清楚。再加上他现在进行攻击的时候，手段也是
更加丰富了，因为它不光是呢直接对目标国家和地区进行攻击，而是呢它还采取了迂回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美国国家安全局这次呢对希腊的进行的网络攻击，它实际上还动用了54台呢跳板机和代理服务器。那这些跳板机和代理服务器是分布于全球17个国家的。这是干嘛呢？就是隐藏了它真实的 IP 地址，让对方呢很难去发现真正的这种攻击者，然后呢还可以给别人呢去嫁祸，甚至呢以此绑架呢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一起为美国呢去进行服务。报告具体披露了 TAO 的网络攻击手法，通过取证分析，技术团队累计发现攻击者在西北工业大学内部渗透的攻击链路多达1100余条，操作的指令序列90余个，并从被入侵的网络设备中定位了多份遭窃取的网络设备配置文件、遭嗅探的网络通信数据及口令、其他类型的日志和蜜月文件，以及其他与攻击活动相关的主要细节。技术团队对此次攻击活动中 TAO 所使用工具进行分类，从中可以看出整个网络攻击窃取活动链条相当完整。使用的网络武器中，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美方还长期对中国的手机用户进行无差别语言监听，非法窃取手机用户的短信内容，并对其进行无线定位。美方的行径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报告还指出，近年 TAO 对中国国内的网络目标实施了上万次的恶意网络攻击，控制了数以万计的网络设备，窃取超过140GB 的高价值数据。就是瞄准国家的这种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军工单位、高校这些地方来窃取情报或者窃取数据。报告还直接点名，美国国家安全局对西北工业大学攻击窃密期间的 TAO 负责人是罗伯特·乔伊斯，并公布此人履历。这也说明，在中美网络攻防战当中，中国已锁定美国窃贼，具备了对攻击方进行溯源的能力。美国这次呢对希腊的攻击就可以看出来，它攻击的技术非常先进。那中国方面呢能够把它呢完全给溯源成功，包括呢是谁组织的，从哪儿发起攻击，什么样的攻击武器，还有呢攻击路径等等，这就像破案一样，那就把整个的流程全部都给溯源出来了。这呢就表现出来我们在网络的防御方面技术呢已经是非常先进了。主导本次网络攻击的 TAO 成立于1998年，是目前美国政府专门从事对他国实施大规模网络攻击窃密活动的战术实施单位，由2000多名军人和文职人员组成，下设10个处室。虽然 TAO 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平均年龄最低的部门，但在一些跨部门的情报协作行动中，他们往往成为破解网络通讯密码的关键。美国政府公开的本年度情报财政预算显示，今年年底前，美国国家安全局预计在全球8.5万台目标计算机中植入间谍软件。这些行动大部分由 TAO 通过互联网实现。TAO 在实施网络攻击前，还得到了多家美国大型互联网企业的配合，掌握了中国大量通信网络设备的管理权限。这些知名美国企业也为其政府的黑客帝国行径大开方便之门。美国国家安全局这次呢对希腊的进行网络攻击，其实除了国家安全局之外，它还动员了什么呀？就像微软呀、谷歌这些网络公司一起呢去发起攻击。那这是的美国现在的一大特点，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军民联合的这种方式，依托自身呢强大的这种网络能力，在对别人呢去进行的这样的攻击。它虽然叫国家安全局，但实际上它并不是说以防御为主，而恰恰相反，它是以攻击为主，去盗窃劫持呢别人的各种的情报。值得注意的是，据美国陆军时报6月14号报道，除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五角大楼也正在将工作重心移到为未来与精通网络技术的对手作战而做准备。
陆军时报指出，美国陆军要求政府在2023财年为其拨款166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支持网络和 IT 部门的发展。这笔资金中，大约有98亿美金会用于美国陆军网络的一个现代化优先项目。这个项目由陆军网络跨职能团队和指挥、控制及战术通信项目执行办公室牵头。此外，大约有2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美军进攻性和防御性网络作战以及网络安全领域的研发工作。美国陆军发言人近期还表示，美军网络任务部队小组和电子战联级、排级部队的增长，将会使美国网络部队的兵力扩大1倍。从大约3000人增加到略多于6000人。事实上，美军网络部队已经在实际军事行动中广泛运用。2012年底，美军网络司令部率先在中央司令部部署拥有完全作战能力的网络任务分队，支持美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2015年1月至10月，美军网络任务部队就参与了7次重大军事行动。美国在组建网络战部队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不断的在升级的。你像美国现在有专门的网络战司令部，这个是美军是特别高等级的一种的司令部。那它呢现在是不断的在进行了扩编，而且呢它除了各军种的有网络战部队之外，还有呢就是联合作战的这种网络战能力。那么像美国现在是把战略重点呢调整到了所谓的大国竞争，投入呢也是越来越大。而且呢，美国是更加的深度和大型的网络公司呢去进行合作，一体化的对别人呢进行攻击。早在2021年10月8号，美国媒体灰色地带网站就发布报告称，北约正在开发新的战争形式及认知战，以所谓中俄威胁为借口，在人类领域争夺智脑权，企图将脑科学武器化，让人人成为武器。西北工业大学遭受境外网络攻击，调查报告显示，攻击活动源自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 TAO 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该机构甚至在近年对我国国内的网络目标实施了上万次的恶意网络攻击。请教一下曹先生，美国对我国实施网络攻击和窃密敏感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次对西工大的网络攻击呢，只是冰山一角，也就是说，它不过是万次或者是10几万次的之一。那这个作为西工大它主要是负责呢有一些科研的项目，比如说和西安飞机发动机公司相关的这些发动机的研制还有呢就是交通一些运输的这些设备和这个就是项目吧，它也负责。再有呢就是一些材料这个基础材料、特殊材料的研究。我想呢，这次美国对它的这个网络攻击呢，跟它的这些具体的项目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们也可以引申到，就是对其他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单位，或者是我们讲重大的企业或者重要的这个科研单位，实际上他们也在进行窃密和攻击。有外媒报道称，北约已经发动新型战争认知战。美军虽然没有派兵进入乌克兰，但其网络战部队实际上早已亲自参战。请教一下白先生，以您的了解，美军网络战部队在俄乌冲突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此，各国要如何构筑自己的防火墙？俄罗斯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过程之中，那么美军的这个相关的部队，应该来讲跟西方的很多的黑客实际上是在一块儿对俄罗斯的很多的网站那么进行了攻击。而且我们说在这个认知作战的体系之下，那么认知作战更多的还是偏向于舆论战，但是我们说借助于网络作战部队，那么去对俄罗斯的一些对外宣传的关键性的部门进行定点的打击，尤其是我们说这个配合到一些对账号的攻击包括我们说这个直接去屏蔽俄罗斯对外发声的能力，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结果导致了俄罗斯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国际舆论里面所处于这种绝对劣势的这么一个结果其实我们说一个国家的网络体系，你还是要更多的考虑遭到外部袭击的时候的应对能力。那么就需要呢，一方面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包括普通老百姓，要有这个保密的意识遵守各种各样的保密的规则。同时呢，对一些这个核心单位的这个网络系统呢，要首先考虑它的这种应对攻击的能力。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说才能保证你遭到一个强大的网络战部队的打击的时候呢，我们说你的整个的体系不至于很迅速的去沦陷。近日，美国陆军副部长高调宣称，首批高超音速武器将在明年装备陆军，这将是美军服役的第一款高超音速武器。那么，即将服役的美军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有何过人之处？美国为了跟俄罗斯较量，匆匆上马高超音速武器，会否急于求成，导致问题频出9月7号，美国陆军副部长加布卡马里洛表示，将在2023年底前列装第一批高超音速武器。据报道，这款武器代号为 LRHW， 被称为暗鹰。去年10月，洛马公司已向华盛顿州的美陆军第17野战炮兵旅、第3野战炮兵团、第5营的士兵交付了暗鹰系统的关键地面设备，也就是有发射装置，没有导弹。这支部队还进行了一次模拟实弹射击活动。有分析认为，在没有配备导弹的情况下就先训练起来，美军这种操作是非常罕见的。这或许是因为俄罗斯匕首、锆石、先锋等多款高超音速武器已经服役，并且匕首已经在俄乌冲突上参加实战，让美军有点坐不住。无论是陆基高超武器还是空射的高超武器呢，都发生过一些实验失败的情况。但是美国仍然坚定地在推进这些研制计划，主要的目的在于呢，他们认为中俄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进展速度比较快，而且有一些装备已经列入了服役的成熟装备，所以美国希望在这个领域呢快速地赶上。而且能够抵消中俄方面所谓存在的高超武器的优势。有观察指出，美国一直是全球武器研发的领先者，还是第一个提出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在1950年就开始研发，但受到技术限制，需求也不急迫，便逐渐停滞下来，转而专注其他武器的研发。在冷战时期，美国又提出发展高超音速武器跟苏联对抗。X-51A 预波者、X-37B 轨道飞行器、HTV-2 猎鹰超高音速无人机等多个项目同时上马，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胃口太大，定的目标太高。比如，美国预设 HTV-2 的射程为16000公里以上，速度为22马赫，这样的高难度目标想一次性实现并不现实。自2018年开始，美陆海空三军在通用高超音速武器项目上展开合作，以加快研发进度。第2年，美陆军就选择洛马公司作为高超音速武器的系统集成商。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暗鹰非常强调机动性能，不仅可以进行公路机动，还能通过 C-17运输机远距离快速部署。美方一直希望它的各种先进武器呢能够快速机动部署，甚至以机动的方式呢在整个战区的范围内进行发射。那不仅美方在考虑用运输机和卡车来机动这些高超武器，美方现在还在进行一项重要的实验，就是用 C-130、C-17等中型或者大型运输机从空中以集装箱的方式呢密集的发射精确制导武器，未来也可能会考虑高超音速武器，这样就会加强它的打击的突然性，以及打击的饱和度。这是美方对于精确制导武器的进一步的规划。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研究虽然起步最早，但中途一度中断，目前落后俄罗斯一大截。那么 LRHW 暗鹰导弹如果明年实现交付，在美军的作战体系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呢？美国洛马公司此前曾发布一个暗鹰导弹的作战模式展示视频，模拟陆海空力量对敌岸上基地进行打击。视频中通过侦察卫星获取目标位置等信息，然后通过数据链将信息分发给各作战平台，紧接着多枚导弹射出。位于小岛上发射的导弹就是暗鹰。导弹发射后不久，第一节助推火箭分离，在往上飞一段时间之后，放出高超音速弹头，紧接着弹头近乎向下俯冲，获取高速度之后，向目标飞行而去。到目标附近上空之后，调整方向对目标进行打击。这个视频很短，但透露出暗鹰导弹很多的信息，比如它的弹头采用的并非成波体，而是常用的轴对称旋承体。
从洛马公司公布的1:1模型来看，暗鹰导弹的弹头总长约2米，外形为三角翼双锥体，由合金材料和复合材料构成。这种气动布局在机动性方面不如成波体布局，但技术风险也相对较低，能更好地满足美军需要快速服役的需求。不仅如此，暗鹰导弹的弹体也是使用了作为反导靶弹保存下来的北极星潜射导弹的助推器。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权宜之计，将来呢会在新一代远程精确火力项目中发展暗鹰专用的助推器。根据美军公布的数据，暗鹰导弹的设计飞行速度为每小时6100公里，也就是5马赫左右，射程为2775公里。根据美陆军公布的数据，一套完整的暗鹰火力单元包括1辆指挥车、4辆发射车以及1辆电源车。发射车拖载双联装导弹发射箱，采用奥什克氏公司生产的重型增程机动战术卡车底盘。这种底盘呢，曾用于美国爱国者导弹发射系统和潘兴2中程弹道导弹系统上。所有的组成部分均可由 C-17运输机快速部署至全球各地。不管是从洛马公司发布的视频，还是美国军方的表态中，都能看出暗鹰导弹能够通过 C-17运输机进行离岛部署。美军如果将暗鹰部署在第一岛链的岛屿上，就能够对亚洲大陆形成威慑。事实上，高超音速武器如果在美方服役之后，部署到日本等岛链的话呢，对中国的威胁呢会有所变化。在射程方面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在武器的打击速度和打击效能方面呢会有变化。那中方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是中方应该加强自己的同类武器的部署，那么以便达成一个能力的制衡。同时呢，中国也要认真的考虑反制高超武器的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定向能武器，或者说新型的高超的拦截战斗部。因为对付高超武器需要一些新的理念和技术措施，这个要经过大量的实验。而中国和俄罗斯呢，对这些武器的防御呢，也应该有自己新的考量。目前，美陆军的暗鹰导弹还没进行试射，而美国空军寄予厚望的另外一个高超音速武器项目 AGM-183A ARRW 已经成功试射。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今年5月16号，美国空军发表声明，首次成功测试了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导弹从一架 B-52H 轰炸机上发射，飞行速度达5马赫。7月再次试射成功。不过，在去年4月5号、7月28号、12月17号，这款高超音速武器曾先后3次试射失败。据报道 ，AGM-183A 导弹由固体燃料火箭助推器和楔形滑翔体组成。根据此前公布的数据，导弹重2.5吨左右，长约5.9米，弹径约0.66米，平均飞行速度为6.5马赫至8马赫。一架 B-52H 轰炸机可携带4枚至6枚。按照美空军此前的计划，将在2022财年花费1.6亿美元采购12枚 AGM-183A 高超音速导弹，但由于此前3次的助推飞行试验失败，取消了这一采购计划，将其中一半的采购经费重新用于后续的研发工作。因为在解决了发动机点火以及持续的高超音速飞行之后呢，下一步还要解决的是高超音速滑翔弹头的精确控制与命中的问题，而这个难度显然是很大的。美方并非不具备这样的技术基础，但是要想完成这样的武器研制呢，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其中呢，对于相应的技术的挫折呢，也要进行弥补和提升。所以，美国需要的是资金和时间，而这一点呢，恐怕是国会的耐心难以支持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五角大楼还在研发反高超音速武器技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曾报道，美国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表示，美国正在研发对付高超音速武器的技术。众所周知，美国构建了全球最先进也最全面的反导体系。有分析指出，这一体系面对俄罗斯的匕首等导弹没办法有效拦截。比如最新型的爱国者3末端防御系统，它的拦截高度限制为40公里，最高拦截速度也只能到6马赫。
而匕首的速度有10马赫，根本没办法拦截。去年5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发布名为《复杂防空应对高超音速导弹威胁》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用高射炮弹原理应对高超音速武器，即借助高射炮弹在高超音速导弹飞行线路上散布微小颗粒，降低其作战效能。这种拦截方式可行性高且成本较低，能够尽快弥补美军反高超音速武器能力的短板。同时，这份报告还探讨了定向能武器在反高超音速导弹作战方面的技术可行性。比如，高功率飞波武器可对高超音速导弹的制导与控制电路造成损伤，降低其拦截难度，甚至能够应对大规模高超音速导弹的攻击。围绕这些概念，报告还建议发展一种兼容动能拦截系统、微波武器、颗粒弹头和各种传感器的新型拦截系统，并将其部署在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路线上，对来袭导弹进行多次拦截。不过，这些理论化的概念还有待进一步验证，最终能否实现不得而知。在美国五角大楼的计划中，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未来可以通过 C-17运输机进行离岛部署。请教一下白先生，您认为美国是否会将其用于在第一岛链遂行的远征前沿作战基地这一战术概念？那么这套系统呢，现在对于美国陆军来讲，可能会是美国陆军的这种最强大的这个所谓的中程导弹系统。那么美方呢认为它呢在未来可以很大程度上担任在战场上面执行这个战役战术的这种打击的任务啊。那么当然我们说它所采用的这种拖车的结构呢，其实也是方便它来进行这种战场的部署。那么相关的这个弹药系统呢，我们讲在完成部署之后，那么执行过这种垂发任务之后，即便对方进行摧毁的话，那么美方的损失也不见得太大，也不会说过多的影响后续的作战。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符合美军现在在火力打击系统上面强调这个生存能力、强调这个分布式部署能力这个特点。那么未来呢，美军很有可能会借助在比如说西太平洋的这种大量的机场啊，使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快速的投送这种相关的这个发射车，然后呢，在这个执行完攻击任务之后啊，我们说即便这些发射阵地被摧毁了，那么美军方面呢，其遭到的损失也不大，而且我们说考虑到突防能力，那么这些相关的这个弹药在发射之后，可能拦截的难度也比较大。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在这个持续的消耗，那么在这个西太平洋方向的敌方的力量来讲，可能美国人认为这个方式是比较合算的啊。因为之前其实在冷战期间，美国部署陆基战斧的时候，也是会把很多战斧的发射平台首先放到相关的区域。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美国空军似乎走在了陆军前面。AGM-183A 导弹去年3连败，今年2度试射成功。请教一下曹先生，您对美空军正在研制的这款高超音速导弹如何看呢？为何说由于战斗不小，毁伤能力恐怕不足？它一旦发射出去啊，你防御的一方是很难拦住的。那尽管它的爆炸部的威力不是那么很大，但是它打击的地面目标可以不同啊。如果它打击的是你的雷达，或者是你的指挥所，或者是你的导弹阵地，那这个破坏威力还是很大的。当然，你要拿这样的导弹去攻击啊，比如说大型的水面舰艇，或者是这个陆地上的坚固的啊这些地堡，或者是这个地下的掩体，那是很难打透的。但是美国呢，它现在起码解决了突防性的问题，毁伤不了你这个深处的目标或者是坚固的目标，我可以毁伤你的，比如说眼睛啊，就是雷达，我可以毁伤你的这些耳目，也就是你的指挥机构啊，这些不经打的地方，那起码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乌军转守为攻，宣称夺回大量土地，俄乌冲突局势是否出现大逆转？美西方加大军援乌克兰，重武器神剑制导炮弹赫然现身，会否引发战事烈度再升级？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军情直播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突访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讨论为乌克兰及其邻国再提供27亿美元的新军援。美国这一大手笔包括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弹药、军用车辆和其他装备。目前西方媒体宣传的乌克兰大幅反攻，俄军所谓节节败退，到底真相是什么？那么，美国源源不断的军援正在如何影响乌克兰危机？
在9月8号，美国宣布援乌6.75亿美元武器。前不久，美国国防部8月24号还宣布了向乌克兰提供约30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其中包括6套额外的挪威开发的 NASAMS 防空导弹系统和弹药，多达24万5千发155毫米火炮弹药和多达6万5千发120毫米迫击炮弹药。同时，还将提供多达24部反炮雷达、美洲狮无人机系统和扫描鹰无人机系统的支持设备。考虑到俄罗斯也在使用无人机系统，援助计划将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以及激光制导火箭系统。五角大楼同时强调，这笔军援资金还将用于培训、维护和维持的相关费用。这是美国迄今为止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大一笔军事援助。8月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随后在其社交账号上发文，感谢美国对乌克兰在安全与财政上的坚定支持。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回应称，美国对乌克兰局势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他认为这是危险的趋势。它会使战争的进程进一步拉长，在这个过程中，也就实现了美国希望进一步消耗俄军、消耗俄罗斯国力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战略目标。第二个呢，美国的介入使整个这种战争的不确定性、危险性在增大，因为在美国的支持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俄乌冲突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近期乌克兰开始了战略反攻，并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这种战果。俄罗斯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规模，甚至采取更加惨烈的军事手段来杀伤对方。这样的话，这个局势确实处于一种难以预料的局面。不过，美国的欧洲盟友则对乌军援弹药表示为难。据俄罗斯卫星社9月8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表示，德国已经从联邦国防军储备中向乌克兰转交多到不可思议的大批武器，但是已经达到极限。有统计显示，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欧盟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装备总额超过25亿美元。面对各成员自身武器库存锐减的事实，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宣称，欧盟成员国应组团购买武器。有评论就称，因为欧盟成员国大量使用美制武器，武器采购合同可能最终使美国军工企业大发战争财。今年，包括波兰、捷克、波罗的海3国在内的多个欧盟国家均已和美方接触，洽谈大规模购买美制装备。9月9号，美国国防部官员也表示，五角大楼一直在与美国的军工企业合作，并增加生产线，以满足对某些武器的需求。据报道，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军火商从中赚取了巨大的利润。美国5大防务承包商股价都上涨。像德国、英国这样的一些北约国家，一方面加强自己的军力建设，同时它也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而这些武器装备主要是来自美国，这等于是给美国的这个武器生产又增加了很大的份额。更重要的是，这种地区的冲突使得欧洲地区的这些国家，它的不安全感在上升，整个地区的军备建设在增强。增大武器装备的采购，这使得美国的军工企业又可从中大赚一笔。而且通过战争，它可以使全球的资本大量的涌入美国，而且它可以使美国在欧洲驻军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强化了北约，增强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力、凝聚力。所以这样的战争使美霸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过去的1个多月里，美国输送武器与舆论造势双管齐下，不断拱火乌克兰反攻。8月29号，乌克兰军方发布通告，声称乌军已在南部地区展开针对俄罗斯军队的反攻行动。这次的行动目标包括夺回乌南部重镇赫尔松。分析称，夺回赫尔松主要为了钳制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军，也为夺回克里米亚奠定基础。不过，俄乌双方针对南部战线情况却各执一词。乌克兰方面连续多日表示反攻取得进展。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9月8号通报，乌军在大反攻中夺回了东部和南部地区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俄方则宣称乌克兰在南部发动的反攻基本上失败了。值得注意的是，近日俄乌社交媒体上流传一组照片，显示配合美制 M777火炮使用的神剑制导炮弹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投入使用，引发舆论关注。神剑制导炮弹被认为是除海马斯火箭炮、M777式155毫米榴弹炮和 AGM-88B 哈姆反辐射导弹之外，美国援乌的第4种美军现役最先进的武器弹药。那么，神剑制导炮弹有着怎样的打击能力？在乌军手上可以对俄军构成多大的威胁呢？美国雷神公司曾将其研制的神剑制导炮弹称为自火炮出现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尽管有些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新型155毫米精确制导炮弹正在改变着炮兵部队的传统作战方式。据公开资料显示，神剑单发重量为124公斤，每枚炮弹内藏64枚双用途子弹药，射程高达40公里，命中精度却在2米以内，可在任何天气条件下使用，打击高价值目标，包括房屋、车辆等。当然，伴随而来的代价就是价格非常高昂，一枚神剑系列炮弹造价为7到13万美元不等，是普通炮弹的数十甚至上百倍。神剑炮弹之所以打得准，是因为其移植了联合直接攻击制导炸弹捷达姆的关键技术，也就是 GPS 加惯性制导。神剑炮弹的引信与制导控制段位于弹体头部，4片舵面布置在锥台前部，战斗部和尾舱为圆柱体，尾部有8片刀形尾翼。舵片在发射前向后折叠入弹体内，发射出炮口之后，舵面向前展开，对炮弹飞行轨道进行控制。尾翼片也会在气动力的作用下展开，保证炮弹在主动段的飞行稳定性和滑翔飞行时所需要的升阻比。此外，神剑炮弹还需要有一套初始化装订装置，就如同在手机地图 APP 里规划路线时，首先要打开自己的定位一样。据报道，美军的 M777火炮为神剑炮弹进行初始化装订，主要依靠的是其背部的通信定位总成箱。这个箱子里有一部平台增强套件，一部 AN/PSN-13匕首 GPS 接收机和一部高速数据电台。其中 GPS 接收机用于本炮坐标定位，高速数据电台用于接收侦察分队或者上级下发的目标坐标定位。另外，还需火炮火控系统提供的弹道装订信息、弹载惯导初始对准信息和射角信息等等。这些数据汇总计算后的最终飞行数据，由便携式感应装订器无线输入到炮管内神剑炮弹的制导控制系统。不过，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M777火炮没有与神剑炮弹配套的通信定位总成箱。按照美国的说法是，防止这些落入俄军之手，是俄军获取美军的关键信息技术。但从乌克兰士兵拍摄的最新照片可以发现，美国其实已经将这个总成箱拆下来之后，配上电池供乌军单独使用。这让人想起了美国电影《战争之王》里把武装直升机拆分为直升机和机载武器分别过海关的情节。美国这波操作确实能够让乌军的火炮实力大增。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俄军此前将大量兵力调往南部战线，在东北部遭遇了一定的挫折。9月8号，乌军宣布夺回哈尔科夫州城市巴拉克利亚，乌克兰国旗重新在巴拉克利亚市中心升起。乌克兰国家通讯社9月12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讲话中表示，从9月初到今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控制东部和南部6000平方公里土地，武装部队的行动仍在继续。此前呢，一直在南部的赫尔松，主要是在前一阶段，乌克兰它把主要的攻击方向是放在赫尔松这个方向。那么俄罗斯呢，他把他原来在哈尔科夫的一些兵力调往了南部赫尔松这个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哈尔科夫的兵力就相对薄弱。乌克兰抓住了目前俄军在哈尔科夫相对薄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窗口，在东北部又发起了攻击，从而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战果。据半岛电视台9月9号报道，泽连斯基当天发布了一段关于乌军的视频，宣布他们已经占领了该国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南部城镇巴拉克利亚。9月10号，乌克兰多家媒体又报道称，乌军已经进入了顿巴斯地区的伊久姆，夺回了被俄罗斯占领了5个多月的这个城市。
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还发布相关照片，显示乌军已经夺回了东部重镇库皮扬斯克市。库皮扬斯克是哈尔科夫地区的第3大城市。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发起后1周内就占领了，成为俄军在乌东地区一个重要的后勤枢纽。英国广播公司称，这是4月俄罗斯从基辅周边地区撤军以来，乌军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有观察指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短短1周内成功地将俄军击退了70至100公里。无论是在巴拉克利亚、库皮扬斯克、伊久姆，还是沃尔查斯克，打得俄军措手不及，没有一个能坚持守卫1天。对此，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为实现既定目标，决定将驻扎在巴拉克利亚和伊久姆地区的俄军部队重新集结，加强顿涅茨克方向的力量。俄国防部表示，已用3天时间将伊久姆、巴拉克利亚部队撤离至顿涅茨克境内。与此同时，俄军增援部队已经向哈尔科夫方向开进，威胁到伊久姆就是直接威胁到俄军的这种交通线。那么在这样一种对乌军有利的情况下，他是不会轻易的放弃的。而俄军的增援兵力还没有到达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是战事焦灼，并朝着乌军有利的方向在发展。现在普京说要向这个哈尔科夫增援，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暴露出俄军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投入的兵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过，评论员张烨指出，尽管乌军目前取得了有利进展，但要将战事继续往前推进，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乌军虽然取得了有利的这种进展，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从前期的乌军的声明上来看，就是他的总司令沙龙日内表示形势非常困难从这个表述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战事推进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这一次是由乌军由守转攻是攻坚战，所以他的伤亡必然会增大。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已经在哈尔科夫地区完成了战略调整，并在此过程中对乌军造成了重创。在哈尔科夫地区，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了乌克兰军队临时部署点、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乌方武器库等目标。就尽管俄军呢，它遭遇了一定的挫折，但是俄军它在总体上它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它的装备、人员数量等等的总体的作战能力，应该说还是对乌军有明显的优势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优势。目前俄军遇到的这些困难主要还是作战力量运用的问题。它从整体实力上来讲，还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保持它的优势的。乌军转守为攻，宣称夺回大量土地，俄乌冲突局势是否出现大逆转？美西方加大军援乌克兰，重武器神舰制导炮弹赫然现身，会否引发战事烈度再升级？军情直播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乌克兰近日展开大反攻，俄军方面承认后撤部队。请教一下白先生，您觉得乌军的反攻有何特点？这次在这个战场之上呢，我们也看到，现在乌克兰方面的这个相关的单位，实际上基本上已经获得了这种西方的比较完整的，甚至我们说强过很多西方北约强国的这个装备体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西方的装备虽然数量并不大，但是呢，它本身的这个性能尤其是比如说在自动化程度、在机动化能力上面，那么比俄军的这种大量装备的系统呢有一定的优势。那么其实我们说考虑到乌克兰的整个的这个面积，包括它的人口的情况，包括它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水平来讲，那么俄罗斯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动员我们说正常情况下能够完成它相关行动所需的力量。那么由于它的力量不足，如果说乌克兰方面获得了足够的弹药，获得了相关的这个装备之后，那么当然是可以在多个方向上，那么同时对俄罗斯的这个整个的体系来进行攻击。那么这个时候呢，俄罗斯兵力不足的这种问题呢，可能就会很多的暴露出来。而且我们说之前俄军的这个力量不足呢，也使得他很多一线部队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这种补充，包括得不到足够的这个休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声称，在乌军反攻行动中，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发挥了很大作用。
请教一下曹先生，俄罗斯为何没能有效地反制海马斯呢？海马斯啊，它毕竟是一种弹炮合一的先进的武器装备，一个它的射程很远啊，还一个呢，它的射击的精度很高，毁伤力呢也很大，那么部署起来非常的快。正是基于它的这种先进的军事作战的性能，所以当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这款装备之后呢，那乌克兰就可以在远距离啊，再加上就是北约给它的情报的支援，就可以远距离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补给线，打击俄罗斯在前方的一些重要的，比如说指挥所呀、通讯设施啊，包括一些前线的这些作战的平台啊。再一个，它打了就跑，因为它很快几分钟就可以部署好，部署好之后呢，它就可以发射。那么发射完了，它又转移阵地了，你很难就是打到它的这个发射阵地，你很难就是拦截它发射出来的导弹或者是炮弹啊，这是比较难的。所以它很好的应对办法只能是就是找准它的储存点找准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就是没有处于一种作战状态的时候来进行打击。日前，美制神剑制导炮弹出现在俄乌冲突前线，备受关注。而从美国军援乌克兰的清单中，此前并没有看到神剑。请教一下白先生，这是一种怎样的信号呢？乌军可以用神剑对俄军进行怎样的打击？因为之前美军经过测试认为，一枚神剑的杀伤效果综合考虑它的精度，它的这个可编程的隐性系统，那么一枚神剑的威力大概相当于10到50枚无制导的相关口径的弹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乌克兰方面用一枚神剑可能直接可以摧毁一个俄军的炮兵平台或者其他的高价值目标。那么在这样的这种作战之中呢，俄方想要发挥它的炮兵单位的数量可能是很难的而且考虑到它的射程上面的这种差距，那么神剑很有可能会在俄罗斯同口径的火炮射程之外来进行这种精确的打击。所以现在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讲呢，神剑在战场所表现出来这种威力，恰恰可以说明俄罗斯之前在这种智能弹药方面的发展可能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呢，之前可能我们说在这种智能包括在自动化在无人化的方面发展的问题，那么现在最后都可能在战场上更多的暴露，那么导致俄罗斯的即便在很多的领域它是有数量优势，但是呢，在这种西方所援助的性能比较先进的这个具体的平台面前呢，俄军也很难发挥自己的优势。谢谢白先生的分析。